63岁俄罗斯老飞行员被击落，顿巴斯上空的俄罗斯空中力量里居然还包含了雇佣军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英国广播公司最近报道，他们在俄罗斯获得一个证实，就是一个63岁的俄罗斯退役少将飞行员卡纳马特·波塔舍夫上周在驾驶一架苏25攻击机执行对地作战任务的时候，被乌克兰发射的一枚毒刺导弹击落。这位前少将服役的时候曾经遭遇过一次坠机，那次是2012年6月28日，他在没有经过适当训练还有飞行前体检情况下，登上了一架双座的苏27乌波战斗机，参与进行了空中天气侦察任务。起飞之后呢，他就命令另一飞行员松开操纵杆，把飞机控制权交给他，然后他就在天上玩事先没有报备的特技动作。结果做那个敲钟动作的时候操作失误，导致飞机进入螺旋，无法改出，最后坠毁的。好在他们两个人最后在500米高度弹射跳伞成功了，但是这次在顿巴斯他就没有那么幸运。由于2012年那次违规造成的损失呢，波塔舍夫被指控了，后来离开了空天军。而这次他居然又出现在战场上，就比较让人诧异。可能有人会说呀，中国也有空军老将军驾驶战机升空的，美军呢还有空军老将军能够飞 F-18甚至是 F-22的，所以俄罗斯这位63岁的老飞行员再次升空没什么奇怪的。但是要知道啊，这位已经离开军队了，已经不是现役人员了，而且美国也好，中国也好，那些老将军升空飞行不是执行战斗任务，是为了保持自己的飞行感觉，确保对装备有了解，提升自己的领导能力，还有要鼓舞士气。真到了战时，我们也好，美军也好，包括俄军也好，是不会让这些将领自己开着飞机去空战或者去轰炸的。比如二战的时候，苏联英雄波克雷什金当了师长，就不允许他升空作战了。一方面，他作为空军师长是个指挥员，必须留在指挥位置；另一方面，上面也是不希望他这位双料的苏联英雄空战王牌万一有点什么闪失。至于说总统开战斗机打外星人，那是好莱坞电影独立日，而且波塔舍夫的年龄也决定了他的身体条件不可能在巅峰状态。苏25又是一款很老的飞机，没有什么自动化的人工智能东西可以用来降低飞行强度，按说让他飞这个老古董上战场就很不合适。所以即使是老人再怎么有爱国情怀，俄罗斯空天军也不会这么儿戏，让一个退役的老兵重新上战场，作为空天军的正式成员参加战争。所以呢，美国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，就是波塔舍夫不是以空天军的身份参战，而是加入了瓦格纳，当了雇佣军飞行员，为了挣钱去拼命去打工。至于这个瓦格纳集团是俄罗斯最强有力的军事承包商，创始人和俄罗斯政府，特别是跟普京本人都有密切的关系。主要人员呢是俄军退伍的精锐力量，境外活动的时候经常是依靠俄军的指挥还有后勤保障系统，所以他们在战场上可以使用主战坦克、装甲车、火箭炮、榴弹炮、战斗机、武装直升机，甚至还有 S-300防空系统。普京2018年12月曾经表示过，在不违反法律规定情况下，瓦格纳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运行，俄军不敢干的事儿，他们都能去做。所以不管是以前的战争还是这次俄乌冲突，让瓦格纳的飞行员驾驶俄军飞机执行任务，至少可以让俄罗斯空天军现役人员尽量避免最危险的空域，减少宝贵的飞行员的损失。而波塔舍夫本人呢，他退役之后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自己在空军干了一辈子，退役后除了进民航没法发挥一技之长，但是民航呢也不会接纳他这么一个年龄飞行员，所以他会不会是因为不甘于靠退休金过日子，所以加入了雇佣军？这是不是透出另外一个信息，就是俄罗斯无论是正规的空天军还是雇佣军，都有飞行人员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，而俄乌战争中的损失甚至有可能造成空勤人员不足，这种情况更加严峻。好，关于俄罗斯为什么让一个63岁的老飞行员重新上战场，今天呢我们就分析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